你可能也有同感，一旦开始高速运动拍摄，比如骑车运动跟拍或者汽车外拍，画面稳定性就直线下降，观众分分钟晕画面。拿着手机或者运动相机跑2步，镜头就像轿车跑越野赛道一样颠簸。如果手里有一个微型的斯坦尼康来拯救画面质量，是不是就更完美了？拍得稳才是硬道理，如果不是特定需要手持临场感的话。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 BRBD 的频道。这东西就是俗称口袋币的铁头车载减震臂。作为一款直击痛点的生产力工具，据说它是从铁头大名鼎鼎的车载摇臂上汲取灵感，缩小而成的一款轻量化的车载减震系统。听起来很厉害，对不对？那么它到底能不能解决我们日常拍摄中的稳定性难题？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它的作用就是给运动相机或者大热产品 Pocket 3装上一个迷你的避震吊臂。它的结构上包括一个小巧的减震机械臂，内含液压阻尼器、可调节延长支臂，以及用于安装的底座，可以是强力吸盘，也可以换成车把、固定夹或者是手持握把。整套设备采用高强度的航空铝合金，经 CNC 一体加工而成，重量却只有不到1公斤，拿在手里感觉非常扎实，又没有笨重的金属疲劳感。减震臂装在车辆引擎盖上进行公路的实拍测试，可以看到这套紧凑的减震臂通过强力吸盘牢牢地吸附在车身上，相机稳稳固定其中，即使车辆在坑洼路面颠簸，避震臂也能通过其自身的弹性和阻尼吸收震动来保持画面的平稳。个头小巧，承载力却毫不含糊。官方统称这只减震臂兼容的重量在 1.32 磅，也就是大约600克以内的摄像系统。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各路小型相机都能用，像 DJI Action 345 Pro、Insta 360 Ace Pro 1.2 这样的运动相机， DJI Osmo Pocket 3这种口袋云台相机， Insta 360 X5 这种全景相机，甚至装了铁头云铁套件的手机，都在它的适配范围内，基本覆盖了大多数自媒体创作者常用的所有小玩意儿，不用担心设备不兼容。那我们说人话解释一下核心的避震原理，减震臂内部采用液压阻尼加弹簧的组合，就像汽车避震那样工作。官方用了美国进口的汽车级阻尼油，号称实现了赛道级的减震表现。简单说就是阻尼油吸收震动的能量，配合机械臂的弹性结构，把原本传到相机上的冲击转化为平缓的上下浮动。而且用户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添加或更换阻尼油来调节减震的力度。虽然我个人暂时还没有这么高深的玩法，但知道这一点让我感到专业又安心。减震臂的外形设计很讲究，减震臂本身做的线条流畅，十分紧凑，应该是考虑了空气动力学，减少风阻。毕竟你把它架在汽车外面高速行驶时，风阻小一点就更稳当。这小减震臂像是给相机安了一个避震悬挂，而口袋臂这个外号一方面源于它的体积袖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它和 Osmo Pocket 系列特别搭。官方甚至还专门提供了 Pocket 3的避震云台家具，可见定位之精准。套件版本方面，铁头很贴心地提供了不同的套餐配置，满足不同使用需求和预算。有基础的车拍套件，也可以选择手动吸盘或者电动吸盘，也有专注于骑行的套件，加了手持握把的套件，以及包含所有配件的大师套件等等。不想一次买全也没关系，很多部件官方都支持单独购买，可以根据自己的拍摄计划自由定制组合。这对大多数朋友很友好，因为可以先买基础套件试试水，觉得缺什么再升级，不会浪费钱。据我了解，最基础的手持套件大概在139美元左右，最全的大师套件也就在249美元上下。相比专业电影级车载摇臂动辄上万的价格，算是平民创作的福音了。下面会分别从安装、使用和实战评测2个部分，我们来聊聊这减震臂在不同场景下的表现，同时也穿插一些自己的心得和踩坑经验，尽量用大白话告诉大家这款口袋臂到底值不值得入手。安装体验上来说，多场景秒切换，小白也能上手，这是我的总结。第一次拿到减震臂，我还担心安装会不会很复杂，因为毕竟我用过大型的车载臂，结果实际体验发现上手难度比想象中的低得太多。下面是几种典型使用配置的安装流程。汽车外拍，
对于汽车等光滑表面，减震臂可以通过强力吸盘固定。我的基础套件是传统的6英寸手动真空吸盘，只需要选择车身一个平坦干净的位置，比如引擎盖、车顶或者车门侧面，将吸盘用力按压在表面，并反复按压顶部的手动泵抽真空，直到指示标识显示真空状态锁定即可。整个吸附过程不到1分钟，我用力晃了晃底座也没问题。不过这里有一个官方提示要注意，就是每次吸附时先用清水或者清洁剂擦拭表面，再用身体重量把吸盘尽量压平贴紧表面，然后再抽真空，这样吸盘会更扁更贴合，真空更稳，避免行驶中出现意外松脱。官方甚至建议不要侧向吸附或者超出吸盘的重心太多，如果不得不那样装，一定要用安全绳在额外的情况下固定一下，以防万一。如果你买的是电子吸盘版本，那安装就更炫酷了。只要把电子吸盘放好位置，按下启动键，它内置的电机会自动抽真空，大概5-6秒钟就能吸牢，而且过程中自带压力监测。电子吸盘还有一个小屏幕，可以实时显示当前的气压、内置电池电量信息等等。万一监测到有漏气，它会自动再次抽气，保持真空。这相当于给吸盘上了一道双保险。它内置了一块2000毫安时的电池，充满能连续工作8到14小时。官方的英文站说是14小时，但我在中文资料里看到的是8小时，估计和环境有关。不过反正一整天拍摄是足够了。如果担心电量，也支持连接 USB-C 外接电源，边供电边用。当然，电子吸盘唯一要注意的是记得充电。不过即使没充电，它也能手动按压应急，只是没有自动维持的功能。但铁头也提供了一个测压表，可以配合使用。优点很多，也有个小缺点，就是这个小测压表需要额外供电。如果下一代可以解决，那就近乎完美。但无论你是用哪款吸盘，固定好后，接下来就是安装减震臂本体了。减震臂的臂架和底座之间采用了标准的罗塞托齿轮盘连接，就是那种盘子带齿护锁的接口，只要对准齿口，用螺丝拧紧即可，非常牢固，而且可调角度。把臂架朝向，根据拍摄需求略微调整好角度，比如装在引擎盖时倾斜一定角度，让减震臂朝上方伸出，这样摄像头可以避开车头拍摄路面。臂架前端有一个快拆口，用于连接相机的支架部分。套件里面带了一个专门给 Osmo Pocket 3用的避震云台夹，它可以直接卡住 Pocket 3的机身，同时顶部还有一个1/4螺丝口，方便装别的小相机或手机夹。当然，如果不用 Pocket 3，我也可以改用万向球头或者铁头出的1/4架来固定其他设备。安装好相机之后，别忘了一个小细节，套件里面有一个220克重的配重块。如果你的相机很轻，比如相机加上机架不到200克，那这时候就需要把配重装置架在臂架的尾部，可以增加拉力，让避震效果更线性稳定。这个配重块通过螺丝旋钮安装在臂架末端，非常方便拆卸。当然，很多创作者也喜欢拍自行车、摩托车骑行的 vlog， 但把相机装在车把上往往直接 pass 掉，因为画面扭曲的让人头疼。减震臂为此专门配备了一个车把安装座，可以把减震臂的底座直接固定在车把上。安装过程需要把夹具拧紧，拧在车把上。它有2套可拆卸橡胶内衬，适配22.2毫米到28.8毫米直径的车把，一般的山地、公路车和摩托车车把都能覆盖。装好之后，再按前面的方法把减震臂和相机连接上就行。当然，运动相机的手持配置方面，就是减震臂的另一个应用场景。充当手持减震臂，套件可以选一个手持握把，通过罗塞特接口装在减震臂的底部，让你拿着这条小减震臂徒步就能跟拍。过去这种物理 Z 轴的稳定技术只有专业设备或者是顶配的云台才有，例如 DJI 的如影 4D 内建 Z 轴，如今靠一个巴掌大小的小吊臂就能实现了。当然，手持拍摄也有几点需要注意：一是行走的姿势要依旧平稳，减震臂它不是万能的，如果你蹦蹦跳跳行动剧烈，它也救不了。二是减震臂有一定的长度，手持转向时要小心，别撞到周围的障碍物或者人。三是对于没有机械云台的相机，比如纯运动相机或者是手机，减震臂
只能缓解直上直下的抖动，左右摇晃的稳定还得依靠电子防抖或者是你自己的手劲儿。那么聊完安装和基本原理，相信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实际的稳定效果。毕竟再多参数的吹嘘，不如直接看它真刀真枪的上阵表现。针对不同的场景，对减震臂做了一系列不讲武德的测试，可以说该虐的都虐了，它也交出了一份让人相对满意的答卷。汽车外拍，坑洼路面如履平地；骑行跟拍，告别果冻画面，手持跑动，做自己的斯坦尼康，自媒体创作者的画面增稳器。折腾了这么多场景下来，我对铁头的减震臂也算是相对满意，可以说它完美的戳中了我的需求。过去那些让人抓狂的拍摄难题，如今都有了全新的解决方案。整个使用过程中，我也有一些切身的体会，想分享给打算入手的朋友们。减震臂要提前规划安装点，无论是车上还是其他地方，要选择坚固、平滑、居中的位置来固定吸盘或者夹具，尽量避开曲面或者是边缘，这样受力更均匀，稳定性更好。当然，虽然电子吸盘很可靠，但我建议关键场合还是要用1-2根的安全绳或者保险带拴住相机或者减震臂，一旦吸盘失效，也不至于粉身碎骨。当然，这个官方也想到了，他们也强烈建议在极端用法下加上一些安全链。还有一个心得就是学习一下减震调教，默认减震臂的阻尼配置对大部分小相机已经是够用的了。但你如果发现画面还有轻微的上下弹跳，可以尝试调整配重，就是前后移动或者增减重量，让臂架运动更平滑。高级玩家甚至可以更换不同粘度的阻尼油，以适应严寒或者炎热环境下的避震表现。当然，这点还是要等我们玩熟了以后再慢慢研究。铁头这款减震臂也自带了一个小小的收纳箱，尺寸大概是27×23×10厘米，外出携带很方便，往摄影包或者后备箱一放就行。日常维护的话，主要是保持吸盘的线条清洁，各关节螺丝的紧固，以及阻尼油密封性良好。用完如果吸盘脏了，记得擦干净再盖好保护盖，免得灰尘影响下次的吸附力。所以对于喜欢运动拍摄、户外冒险、汽车题材或者日常 vlog 希望增加运动镜头的小伙伴来说，它可以大幅提升你作品的观感品质。OK，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依旧，如果你有什么不懂不会或者更有意思的玩法，欢迎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期见。